大家好，我是叶佳敏，来自320企业浏览器团队。今天是非常荣幸能参加咱们这个交流会。今天的话主要是想从浏览器的这个视角聊一下我们这个团队这一年看到的一些变化。一会儿也可以解答一下刚才上一个论坛上一节提到的，就是关于浏览器后续还存不存在的这个话题。我的内容主要是分这个五个部分。第一个的话就是关于机遇，就是一些变化第二个是对于这些变化我们做的一些判断包括后续根据这个判断我们做的一些实践。第三个呢就是在实践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第四个就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尝试去做一些修复或者说去完善发现了一些挑战。第五个就是对以上的内容会有一些思考。2025年到现在，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发现有3个势力就去明显的去有一个快速的变化从模型层智能体包括 AI 浏览器模型这块就不用说了，从25年年初DeepSeek 包括后续千问还有咱国外的那个 Cloud 这些模型的快速的迭代，催生了就是智能体的一个爆发可以实现原本只有 AI 对话的这个能力来实现执行的能力。相应的，浏览器在前半部分就是几年前基本上都是伴随式的这个 AI 的一个能力，就是通过侧边栏Copilot 或者说是华词这些能力去和 AI 做交互。到了后半年，因为 Agent 的爆发，然后浏览器就可以去做一些联动的动作了。所有的这些在我们之前看来都是一个机遇，直到这个 Open Cloud 出现，我们发现好像这个趋势已经就又脱离浏览器了。所以我们在想，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角色的一些变化？那我们是不是也要从原本的入口去转向执行这一层？就刚才提到的这个浏览器的淘汰的这个话题，就像那个 AI 一样 ，AI 本身它不会把人淘汰，只会说淘汰不会用 AI 的人。浏览器也是一样，如果说浏览器不去变化，它还保持原来的这个形态的话，它肯定也是会被淘汰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做一些变更？然后比如说这个执行的动作，从原来的这个只是点击然后访问页信息，到一段话直接浏览器去做操作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原来是人来做决策，现在的话是不是很大一部分可以给到那个智能体？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些改变，我们去做了一些调研，或者说去看看大家怎么做的，收集了一下整个近1-2年各个比较优秀的团队去做的一些技术架构，他们来自不同的起点有各种各样的起点，然后有的是浏览器，有的是 AI 客户端，有的是那个操作系统，他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其实可以凝结一下，就是为了去把原本对话来去做一个快速的执行，然后把这个执行的动作做成插件化，然后可以更加的丰富这个执行的动作。所以基于这个的话，我们做了一个判断。我理解浏览器应该是一个消费者，同时它也应该是一个 AI 的一个提供者。这个和刚才那个Flow CEO 提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应该是把浏览器本身去调一个 AI 能力，这个是现在大多数浏览器都已经具备的。然后也需要把浏览器本身打散，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浏览器client化scale 化，或者说是 agent 化，让其他的 AI 的客户端或者说智能体也能去调用。也就是说浏览器本身它是不是也是可以一个智能体，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根据后续的变化它也能生存下来，不至于说是被淘汰掉。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些尝试在两个方向都有去做。第一个呢，就是从内核层面去提供一些API 给到智能体可以去读写。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接收第三方的智能体，因为现有的一些 AI 浏览器其实是和模型
包括智能体是绑定的，它没法说是去做像刚才那个李老说的那个Open Code 可以这种平台无关化，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把 MCP 运行时也放进来了，这样的话就是在很多普通用户他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去装这种Skill 啊，包括 MCP 的这底层运行环境的。这样的话，浏览器就像 OpenCloud 一样，直接把这些能力就一切具备了。然后同时也需要去建立 SQL 的这些能力让现有的SLOPK 已经开发完的，包括现在市面上这些比较好用的 SQL 能直接提供到给浏览器，让浏览器更强大一些。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把浏览器打散让浏览器的各种功能比如说访问网页呀，然后获取网页信息，或者说是甚至是一些配置信息、本地信息都可以去打散给到其他的那个AI 客户端去调用，甚至是那个本地的一些数据，或者说是记忆在授权或者说白名单加持的一些情况下，也可以给到第三方。这是我们的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有员工智能体、浏览器、CRM 系统或者邮件系统，当那个当员工发起要查询客户订单去整理周报给老板，他会有哪些动作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智能体会去解析这个语句，通过大模型解析语句，然后去调比如说 CDP 协议去控制浏览器这里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的，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Skill 或是 MCP， 然后浏览器呢再又去通过 HTTP 协议去访问 CRM， 然后再把结果返回回来，最终再给到这个智能体。智能体的话去做一个事件的这个确定，然后把获取到的筛选信息或者说是用户想要的信息，最终整合一起打包，加上用户的 token 一块给到邮件。这里面就是为什么讲这个流程，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流程发现有一些问题，其实刚才很多老师都已经提到了，一个是通用协议的问题，或者说通用标准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身份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邮件是智能体发的，还是说是这个人发的？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然后从这个消费侧和提供者侧的话，不论是浏览器主动去调用 AI， 还是 AI 去反向去调浏览器，都会有这些问题。那我这边总结了一下，应该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是桥梁缺失，就是缺失一些标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业务中没有Web 和 Agent 没有这个身份权限审计都没有它的位置，就是 Web 它不知道这个 Agent 的存在。然后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去看了一下，跟刚才的思路一样嘛，也去调研一下其他的那个产品的做法。其他产品比如说像Cloud Code， 它会有approval 的这种机制，然后 Cursor 的话也是有白名单或者是确认许可的这种机制Open Cloud 的话，就是前段时间也是被爆出有风险以后，赶紧把那个 approval 机制给补全了。在浏览器侧的话，也是会根据这个敏感这个程度来判定哪些是需要人来确定，然后哪些是不需要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是企业浏览器团队嘛，所以有一些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白名单机制，或者说是管理平台策略的这个机制来去做分发管理，可以去对智能体做一部分的限制，然后还有精准的这个权限的控制。另外一个就是补充了这个智能体的这个日记和审计，但是所有的这个动作其实还是没有解决这个 agent 的那个身份和权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该给 agent 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现在的 Web 是不知道那个 agent 的存在的刚才那个阿里巴巴那个老师有提出来说，我们可以正在做这个新的这个协议的架构。但这个协议架构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多方的这个来支持，光是浏览器或者说是 W3C， 它其实是不足够的，它还需要这个 AI 的这个研发厂商，包括浏览器，还有就是业务方用户都需要参与进来，因为各个的立场包括利益都不一样。这块就是我们在实际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还没有完全想明白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该怎么去把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去解决呢？然后初步思考了一下，应该是有2层关系吧，一个是就是接口层面，
我们该怎么去给智能体有一个接口，让它去和 Web 去互动，然后就是对应的这个治理，我们该去如何让内容提供者和这个智能体之间有一个平衡。然后安全层面的话，就是我们必须是不是该给 agent 一个身份啊？然后作为这个另外一个安全点的话，就是行为的这个溯源。我们是不是得记录所有智能体的这个动作，知道它干了什么？当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回溯一下。那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确实是有不少的一个挑战的话，我现在分析了一下，捋了一下，应该大体是有这些挑战的。就是如果我们给 agent 一个身份，就比如说像数字人，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下单去买杯奶茶，或者说是去发封邮件，我们去让智能体做这个事情呢，我们是不是可以 fork 一个身份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限制这个智能体的权限，和人是有一个区分。但是即使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需要把各个协议层去补齐，比如说 HTTP 的这个请求层。校验层这些我们都需要挨个去实现。如果没有这个独立身份，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必须得去做的。如果没有独立身份的话，那我们只能证明这个用户在场，但是他具体是不是自己做的，我们是没法判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做这个 agent 的审计。目前浏览器层的话，只会记录这个用户访问 URL 的这个基本的一些信息，但是在 AI 浏览器层这一块的话，agent 做了什么事情，他抓起了哪些网页，访问了哪些数据，用了哪些 token 或者说是 session， 我们是没有轨迹的。但这块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没有统一的这个审计标准。同时各类的这个AI 产品的话，它是属于业务方嘛，它如果说是被管理，它想要主动去推进这个审计，其实积极性是不足的。另外两个那个挑战的话，一个是关于刚才提到这个接口桥的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有很多老师已经给出了一些方案，比如说那个WebMCP 啊，或者是 A 叉数，或者说是那个其他的一些协议，但这些协议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有的业务用户已经习惯了这个agent 去访问网页，就是一句话去生成，包括我们现有的这个业务系统已经很多已经铺开了，已经在市场上在运作了。如果让它去改造使用这个新的协议给到智能体，它是否愿意，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来得及在 AI 这个AGI 这个爆发之前把这些协议给铺开，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挑战是关于这个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资源决策协商这一块，如果让内容方和 agent 方去做一个协商。之前我们有个 Rebot 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君子协议，在 AI 客户端或者说是 AI 的厂商那个角度，其实是对这个协议来说，我理解其实是不太感冒的。另外就是包括 UA 协议这些都不太统一有的可能直接就伪装成浏览器直接去访问了。所以应对的这个对于网页方或者说内容提供方来说，它可能就直接就一刀切了，它这样的话就会误伤这个 agent。然后这个就是我最后的一个提问吧，或者说是一个思考。因为我想了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它的本质是就是外部系统想进到浏览器，然后内部系统也想要被外部去调用。之前其实有一些答案，就比如说像我们有这个插件 ActiveX、NPAPI、PPI 包括 Native Message 这些答案，就是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一个解法。但是到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沿用这条路呢？我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个分析啊，就是比如说像时机，之前提到的刚才说的这几个答案，在先前定义的一些标准都是外部先定义出来，然后我们外部的这些插件或者说是想要进来的这些能力是后进来的。但是呢，在 AI 这一块不是 AI 这一块的话，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已经形成航标了，或者说是事实标准了，就是我们还没准备好，我们这个标准都还没准备好，这些数据其实已经被拿走了。另外一个就是节奏问题，就是我们在推行这些标准的时候，我们的落地时间基本上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长。但是呢，我们去看 AI 的厂商，从那个 Anthropic 发布 MCP 到后续
谷歌啊、OpenAI 跟进，还有 Chrome 的一些新的技术，几乎基本上是每一个月就会发布一个新的一个内容。而我们怎么去追赶这个节奏，或者说在这个 gap 期间，我们有没有一些替代的方法？另外一个就是主体，之前的主体呢是代码或者是插件，我们浏览器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直接通过沙箱就可以给它封了，但是现在是 agent，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这块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听到李林老师讲的那个身份认证的这个，可能有一个思路，就是结合刚才我们给agent 一个身份，比如说他是一个 folk 或者说一个数字人，当我们需要这个真人验证的时候，确实可以通过比如指纹、人脸做一个校验，这个是一个思路啊。但整体这一块是不是就能继续去沿用？这块确实也不太清楚啊。这是我的一个思考，然后整体是就这样啊，谢谢大家。